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S 赵康战情室。咱们现场特别来宾林亮君议员、陈世轩议员、黄伟汉先生、李永平前副市长、院制委员钟佩君议员。好，以色列、伊朗在打啊、以色列去轰炸伊朗的国营电视台。哦，打仗的时候呢，电视台、电台都是最先要打掉或者占领的哈。然后呢，这个镜头喷出碎片。打到那个镜头，摄影机，所以呢，主播跟他讲了一半，赶快逃哦，跑，空白了，没有画面了，哦，赶快走了。那伊朗现在也警告以色列，说我要炸你的电视台，你的主播啊，你这记者啊、摄影，赶快跑啊、哦！那另外呢，这个伊朗也回击，现在打到第九波哦，第九波。那说呢，要持续轰炸到天亮，一夜这样轰炸你。那以色列本来有个铁穹很厉害嘛，哦，那伊朗说我已经突破你的铁穹了，我找到新的方法，哦，所以呢，以色列的住宅已经被轰炸，就18个死掉了。以色列官员说日子将变艰困了，哦，原来有一个金钟罩保护啊，现在能够突破进去就很麻烦了哈、哦。美国已经把以色列的旅行调到最高级，哦，说情势极难预测，民众不要前往啊。哦，其实以色列我去过，以色列旅游还不错，蛮有趣的这个地方哈。这个但是呢，现在最好不要去了啊。那所以很多地方要能去就早点去，过几天搞完就不能去了哦。发生这个事情，发生那个事情。那另外呢，为什么要去炸以色列？啊，为什么要去炸伊朗？以色列说呢，伊朗有个秘密计划，几天里面就可以造15枚核弹，真的假的也不知道了。哦，反正就是先要讲对方很可怕了，我们不炸他不行啊，等等啊。上次伊拉克不是这样吗？哦，他话我有这个搞得什么也没有啊。那这是伊朗的确在研究核武，这是事实的。好，在搞浓缩铀哈。那另外呢，这个让中东再次伟大啊，那到底伟大不伟大？伊朗的军事委员会14个成员只剩下3个，11个都被打死了啊，很多在床上睡觉就被打死了。照理讲，他们有个安全屋。这些高级人应该躲到安全屋里面去，防炸、防这个、防那个，太掉以轻心了，都在床上睡觉。哦，以为说我跟美国要谈伊朗跟美国第6次的这个限核谈判啊，在这个时候怎么会打我呢？哦，那美国到底知道不知道呢？显然知道，否则国防部为什么那天晚上订披萨订的特别多呢？还没炸，你怎么知道要加班呢？显然有消息了。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伊朗从某个角度看也等于被骗。哦，就是美国先让你降低你的警戒性，然后呢，以色列趁机会就把你炸啊！那纳坦雅胡还想把他14个打，11个还不满意，要把他们那个哈米尼最高领袖打掉哦，因为就算他有总统什么的，根本都是假的，真的主导者是最高领袖啊，哈米尼哦。那说呢，纳坦雅胡说我是帮美国终结战争现在美国不用出兵，我帮你打了啊。这个有事弟子服其劳，以色列的情报组织叫摩萨很厉害哦，摩萨很厉害，所以呢，现在伊朗哦，这个草木皆兵，看到如果戴护目镜、戴口罩，就把他抓起来了，这是不是间谍？哦，今天传一个消息说，以色列居然在伊朗境内盖一个无人机的制造工厂，不是很好笑吗？在伊朗境内盖一个这么制造无人机，当然就可以炸伊朗。那以色列说现在有双线作战，那边打哈马斯嘛，这边打伊朗嘛。CNN说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伊于湖底啊！哦，眼前你也学赢了，但是你能够怎样呢？你就是把伊朗的领袖都炸死，将军都炸死，他就投降了？不会啊，他新的又出来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哦，那而且以色列也知道，他说我把他的核设施炸掉，也不可能他就不发展了。只是会晚一点，晚个几年，先把它炸掉，你重新再说，再炸你，重新再炸你啊，就易于湖底了哈。巴西现在你看中东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出来骂以色列，没有哦。照理讲，中东国家应该团结，对不对？都不敢。一方面他们这几年跟以色列有生意往来，一方面呢，反正也打不过以色列，哦，团结也不能团结。中东这些国家如果全部团结，以色列也会怕，知道你们不会团结。不要说以色列不团结，连伊朗本身都不团结。这个派那个派自己搞成一团啊！但是现在巴西出来了，批以色列，所以你怎么可以这样大屠杀啊？那另外呢，这个以色列警告伊朗，
说呢，除了美国的巨型钻地弹，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因为它那个核提炼的浓缩铀的设施一定在很地下嘛。他说我除了钻地弹，还有很多方法能把你整个炸掉。我们看一下。آنچه که ملاحظه کردید صدایی که شنیدید فضای غبارآلود استادیوم女主播正讲得慷慨激昂，没想到爆炸声把她吓得跳下主播台，新闻直播中断，只见后面的荧幕突然一片黑，天花板不断掉下碎片，摄影棚里甚至还冒出白烟。这是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国家电视台，因为以色列把电视台当成目标空袭，不止建筑物起火冒烟，就连新闻摄影棚内也遭波及。תקפנו את מרכז התקשורת של המשטר האיראני, ששימש את הכוחות המזוינים של איראן. 突袭电视台让以色列洋洋得意，因为他们切断伊朗军事通讯中心，还连炸了2架 F-14 战机。הערב, כלי טיס מאויש מרחוק, טס מעל שדה התעופה בטהרן, ותקף זוג מטוסי קרב איראני מסוג F-14. מדובר בגריעה נוספת של אמצעי לחימה אסטרטגי לאויב. 只是以色列的攻击没影响伊朗电视台太久，他们迅速恢复播出，甚至还和外场记者连线。可以看到连线记者手上还流着鲜血，却还是坚守岗位。不过以军这波攻击不只是针对德黑兰而已。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有目击者拍下飞弹砸落地面的瞬间，大批居民仓皇逃生，画面险象环生。هیچ برنامه‌ای نداره. ما همینجاییم جایی هم نمی‌ریم. کسی هم اگه قراره ترک بکنه اونا اسرائیلیان که با کشور خودشون ترک کنن بدن. 中东冲突持续升级，最苦的恐怕还是老百姓。那永平怎么看？是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战事哦，其实现在整个有升级的态势，而呢这个情况确实紧张哦，否则呢美国的川普总统也不会说 G7 会议开到一半他就说不行了，我要赶回去哦，因为要赶快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确实看了心里很难过。那么以色列想要打伊朗这件事情，其实已经讨论很长一段时间了。主要就是说呢，因为伊朗呢，它利用这个浓缩铀的这个技术，它是不是可能会发展核弹？那这个一直是对以色列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当时呢，整个伊核协议也是川普他不愿意这个遵行的。当时那个本来要控制这个伊朗的核的发展啊，希望说有国际的经常去看呐，确保它只是用于电力跟能源的部分呐。但是之前的川普在他第一任的时候破坏了这个事情，那等到他再回来呢，他虽然不断的说他在国内的时候说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总统，在我的任内呢，如果是我当政呢，很多战争都不会发生，他要立刻停这个俄乌战争。可是第一个，俄乌战争到现在也没停啊。第二个呢，他更纵容以色列啊，现在对于整个巴勒斯坦的民众加萨走廊等等，完全进行族群灭绝啊，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在国内去惩罚这些要对这个巴勒斯坦人能够采取呼声的抗议示威者甚至呢对大学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那从种种的角度呢，当然以色列会解读为说，美国对于我打击伊朗呢是开绿灯。那当然，现在的伊朗呢，第一个他们也知道打不赢，第二个呢，他也希望说，那美国能不能出来控制以色列？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在反击的时候呢，他除了突破了以色列的那个铁穹啊，他其实还差一点打到那个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所以这些问题呢，都让美国本来就已经非常亲以色列，那么现在川普接下来他开始把他的这个军舰也派往这个中东地区，然后开始调兵遣将。那到底他是真的能够出来斡旋，让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事情降温呢，还是美国会助长以色列的疯狂呢？其实，在川普目前的很多的
处理上他常常说一套做一套呢，大家真的心里没有底。那刚才主持人也讲，中东地区呢，其实他们都是反对以色列的，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很积极的表态团结在一起？这跟回教的那个教派分裂有关，因为伊朗一直是什叶派，而那些阿拉伯的那些大酋长呢都是逊尼派，所以他们其实跟什叶派的那个千年斗争呢，也造成他们没有办法真的完全去支持伊朗除了其他跟以色列交易啦、跟美国做生意的种种的理由，所以现在的这个世界，我们实在必须说，川普上来呢，世界是越来越混乱。好吧，铁穹到底多厉害？我们看一下。以色列铁穹飞弹连发，冲上天拦截伊朗攻击。台拉维夫南边是国防科技重镇雷霍沃特，居民住宅、汽车被烧成灰烬。魏兹曼科学研究院也难逃飞弹攻击。As this really is the worst violence that Tel Aviv has faced from missiles since at least the Gulf War in 1991. 台拉维夫上空弹如雨下。伊朗飞弹飞越约旦河上空爆炸，形成一团团火球。北部港口城市海法还有耶路撒冷抬头可见飞弹光点。伊朗发动饱和攻击，突破铁穹防御，这招早就被哈马斯和真主党证实可行，在短时间内发射大量飞弹，总有漏网之鱼抓不到。Israel's Iron Dome can protect the country on multiple fronts, provided it has enough Iron Dome systems. They have limited areas of operation. 以军防守失利，加大炮火攻击，横跨2300公里，深入伊朗境内，摧毁一座机场加油机。Because the Iran regime is very weak, I think it's basically left with two things. It's plans to have atomic bombs. 不仅预告伊朗政权快垮台，纳坦雅胡在周日接受福斯新闻专访时突然爆料，川普2024两度遇刺，幕后黑手就是伊朗，透过代理人想要川普的命。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现在还抛出伊朗企图暗杀川普的震撼弹，战火激烈，攻防不断升级。刚刚看这个新闻画面，其实还蛮震惊的啦，因为虽然说在这个国际的相关的这些公法也好，或是国际人权也好，一般真的战争的时候，一定不要攻击的是医院还有宗教组织。可是呢，在俄乌战争的时候，其实已经打破这个了。那时候，俄罗斯讲说，你里面医院里面有藏这个部队啊，他就打了。好，那在这个加沙走廊的那个攻击也有，所以这种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那我们现在录影的地方就是电视台啊，所以看了以后想说，电视台里面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在里面。所以一旦发生战争以后，他攻击电视台里面的这些可以团结人心，又或者是怎么样传达讯息的意见领袖，一次把你歼灭。第二个就是他可以传达讯息嘛，不见得是意见领袖，他告诉你战争的讯息，所以攻击电视台不过你看那个伊朗的电视台，他们立刻，我看的是同一个主播，他就在上表示说我们是一起团结对抗了。那大家常在讲蝴蝶效应，就是蝴蝶微微的震动翅膀之外，千里之外、万里之外狂风暴雨。那我们看这个，我在看的是什么？观众朋友拉回，我觉得跟台湾相关是什么？记得我们现在目前台电为什么亏4200亿吗？主要是俄乌战争之后，国际的天然气跟那个燃煤的这个价格都提高，因为大家都发现说那个不稳嘛。所以我们台湾的状况，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台湾现在目前因为517已经进到完全无核，所以我们现在天然气占了50%，甚至还更高。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大家又有意识不要燃煤，所以天然气可能还会更多。那我们完全看这靠输入我们现在目前跟卡达的这个输入的天然气占我们台湾1/4， 25%。好，这是台湾的部分。澳洲是38%，美国也有，还有其他国家。卡达是25%，那你担心什么呢？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一场战争，以色列攻击伊朗，伊朗说我要把这个荷姆兹海峡给控起来，卡达在这里，我们以后天然气可能会出现运输上面的问题。其一，可能后面你的运输会出问题；其二，价格可能还会提高。但台电现在还在亏，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不亏了。如果这个战争再打下去的话，国际的天然气价格可能会再继续升高。那对我们台湾来讲，因为我们的天然气的那个发电的占比实在太高，超过50%，所以立刻会受到那个价格的冲击。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美国有一个航空母舰呢，尼米兹号，本来要到越南，结果呢喊卡干嘛呢？
是不是到中东去支援去了？哦，川普呢已经调动31架空中加油机到欧洲去，空中加油啊、哦。那另外，因为空中加油才飞得远了啊。那另外呢，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有将近1000万人，川普呼吁你们这950万人赶快走哦，到时候会打仗了哦，赶快走。本来也是呼吁老美撤，不是，他连伊朗呢叫他们赶快走哦，所以美国已经增加中东的部署了。那伊朗现在当然看起来这个反击好像也不是多有力，但是据说伊朗有好几千颗飞弹，所以呢打还可以打蛮长一段时间。那伊朗现在说透过关系叫美国劝以色列说不要打，大家来谈吧。以色列不行，我已经排定起码要打你2个礼拜哦，所以大家都不肯松手哦。川普本来在加拿大开这个 G7 的会哦，然后呢跟这些各国领袖吃了晚饭以后，突然说我有急事，我要回白宫，下令国安会的战情室，白宫有个战情室，做好准备哦，跟我好好的做报告啊、哦。那他说呢，这不是小事哎，所以紧急的离开 G7 峰会。他说我已经增派军力到中东去了，飞机也增派了，航空母舰也要去了啊、哦。马克宏说呢，你以色列想要推翻伊朗政权是战略错误，你推翻它干嘛？推翻它就没有了吗？它还会有啊，还会再起来，而且你们老是搞这一手。美国常喜欢，我讨厌你这个领袖，我就把你干掉，发动你政变啊，什么颜色革命，干掉后呢出来一个新的，那新的比原来可能更糟，而且新的呢开始听你话，等他羽翼丰满以后，他不听你话了，美国又生气，要再搞一个新人，再把这个人也干掉，美国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做这样的事情哈。那伊朗说以色列要先停止空袭，然后呢再谈停战跟核协议啊。伊朗说我们可以谈啊，但是你先停止空袭，不要再打我哦，好吧？那现在呢，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评估报告说，核战风险上升，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浮现哦，大家就很怕了。真的核战搞起来啊，这个很难控制的。我们看一下。飞弹从天而降，高速击中大楼，瞬间爆炸。伊朗连夜发动闪电战，轰炸以色列台拉维夫和海法。After a barrage of missiles fell in multiple sites around Tel Aviv and Haifa overnight, 23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in Iranian attacks since the conflict started. 空拍画面剩下一片废墟，台拉维夫以东城市贝内贝拉克建筑被炸得支离破碎，化为灰烬，地面下还在抢救生机。以色列医院人员紧急转移病人，将医疗设备搬到地下病房避难。When the war started, we came crashing down from the 6th floor to -4. 伊朗飞弹还击中美国驻台拉维夫大使馆，街道散落玻璃，周遭饭店窗户也被震碎。These lower level apartment buildings, and you just see the way the front has been sheared off those apartment buildings. 美国国务院正式将以色列旅游警示升到最高等级红色警戒。But a deal will be signed, and I think Iran is foolish not to sign one. 川普发文谴责伊朗不签协议就是在浪费生命，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所有人都应该撤离德黑兰。美国总统川普将提前结束他在加拿大和 G7 及其他国际领袖的会议，在今天就要返回华府。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表示，因为中东局势，川普必须更改行程，提前离开。I wish I could stay for tomorrow, but they understand. This is big stuff. 川普赶行程提前达到回府，也让人怀疑中东是否即将发生重大变化，需要他亲自坐镇才行。其实很多国家领袖，包括 G7， 包括其他的乌克兰啊，其他国家，都希望这次去跟川普好好谈一谈关税问题。大家现在最担心关税，川普说对不起，我回白宫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拜拜。来，也是川普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想说赶快先走了。那我觉得现在是伊朗是希望赶快停火啦，因为现在这次以色列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推翻伊朗现在政权嘛。那他们因为有非常强大的那个情治系统，所以可以很精准的知道伊朗的高层到底在哪一个位置，在哪里开会，然后住哪个卧室。所以我有看到一个画面是
以色列呢发射飞弹，它那个飞弹呢，它里面的当量也是控制住，所以它直接就从某一个卧室的墙壁穿过去，就炸掉那个卧室而已。那其他那大楼都没有什么损伤。所以现在一定造成伊朗的高层很害怕，他不知道说他今天在这个地方会不会忽然间一个炸弹就过来了，所以当然他会很想要赶快停火。但是我觉得伊朗现在一直透过很多关系说希望美国来调停，就怕美国不会愿意啦，因为美国主要也是不希望伊朗发展核武嘛。那现在以色列去攻击伊朗，其实也是想要摧毁伊朗的发展核武的能力。那这样目标不就跟美国一致吗？而且更何况就是以色列发动对伊朗攻击的时候，美国的五角大厦也都知情啊。所以假设美国原本就在背后有按住以色列做这件事情，那伊朗要再叫美国去协助他，那当然就是缘木求鱼啊。所以像我看到伊朗提出来的很多条件啊，就是说，那只要川普愿意来调停的话，那伊朗就愿意继续谈那个限制核武的条件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其实跟没有达到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诱因啊，所以怕就怕在美国根本没有要帮助他们。那第二个，我觉得如果伊朗要采取，比如说要封锁那个荷姆兹海峡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那就对全球的石油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嘛，因为荷姆兹海峡那个它控制住之后，每一天有数百万桶的原油会经过。那假设真的封锁的话，那以后这个油价一定就会涨啊！包括像伟汉刚刚讲那个天然气的问题，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这场战争可以赶快停啊！除了就是不要再有死伤之外，其实也不要对经济造成影响啊。另外我也想讲一下台湾，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个画面是伊朗直接导弹穿过铁穹系统，就是把以色列的天然气的发电厂就直接集火，就是打到那个天然气发电厂，然后造成大火。台湾这边台湾也是有非常多的天然气发电厂，反而相形之下，核电厂还比较安全，因为那个战争绝对不会去打核电厂。我之前看到那个新北市民进党有个议员异想天开，他说啊，以后两岸假设有发生战争的话，我们就去打那个大陆的沿岸的那个核电厂。问题是你去打他们的核电厂啊，我们也会受到核污染啊，所以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以这个国安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多的天然气，我们台湾也没有天然气，会造成天然气的缺乏，然后也会有这些风险，不如就是有一些比较稳定的能源政策，我觉得这是大家关心的。梁亮君，我觉得现在当然中东危机其实也造成说现在其实全球在整个军事布局上面也在重新部署那我们看到说，当然川普在这一次的这个冲突当中，他现在当然赶快处理但是我想在整个国际局势重新重组、秩序重组的状况底下，我想在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台湾现在目前不要觉得说这个中东冲突或者是美军部署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呢，台湾也要做好准备了。所以我想，不管是在整个军事国防上面，或者是包含我们的国造潜舰上面，其实都要让这个全球社会知道说，台湾呢，其实在这些国际国防上面，大家还是要站稳自己的地位。那不是说在过去我们都比较像是被动防守，而是现在我们能战、能攻、能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不然在未来全球秩序的整个改变之下，加上中国它接下来其实它也不断的在这些全球的武力展示当中，也秀出它在武力上的肌肉嘛。那这么多新的这些中国最新的这些武器来说，也确实对于台湾有很多的威胁跟冲击，所以台湾更是要做好在国防这个部分自我加强的部署。廖佩君。我们看到这个以伊两国交火，真的要想的其实不是说美国到底要站在哪一边，而是要想两岸如果发生冲突的话，面对一个海陆空在地缘上都可能威胁我们的中共，不光是这个保卫领土或者是反击敌阵台湾能够做到以色列国防的几分实力，我觉得包括像亮君在内的民进党很多的人都会一直跟大家讲说，可以啊，我们这个国防部只要继续努力，能攻能战能守都不是梦，都是会发生的。但我想请民进党很务实的，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百姓，面对导弹数量比伊朗更多的中共，台湾的对空防御系统有铁穹的几分实力？就回答这个问题就好，还是说要像数学专家于北辰将军那样跟大家讲说，每发都有70%的拦截率，发射3发就有210%的拦截率，是用这样子来安慰自己吗？那难道我们有中共3倍的防空武器吗？这已经不是什么台美军购或者是国防预算有多少的问题了，国军已经采购，预算也完全都给了，今年开始陆续交货的爱国者3型
3套，总共123枚，要价249亿元。我们就很务实来想想看，中华民国的国军有多少个249亿元可以去买飞弹？又或者是说，美国这10套要花10年哦，2034年才能交付第3套。就算我们有这些钱，它能够派得上用场吗？那当然，美国的角度现在，我相信伊朗政府不会完全只把这一笔账算在以色列的头上，因为背后美国的默许一定是会记上一笔。那当然了，美国跟以色列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同一条船上，川普其实也未必过去对这个犹太人友善，但是过去几个月大家讨论很多的，美国忙着在整治大学当中的所谓反犹太言论，还有激进到要冻结高教的补助，甚至禁收国际学生。显然，这个会期，我觉得这个川普是会跟犹太势力妥妥的站在同一边了。所以现阶段对美国来讲，就川普的问题只剩下美国终究是个崇尚赢家的社会。那我都这样提你以色列的，你到时候可不要丢脸，打不赢伊朗，或者更不要想说在2026年的时候，伊朗还要跟这个民主党眉来眼去。我觉得这是川普现在在打的算盘。谢谢赵涵。